大家好，我是小游。这款游戏是李斯沃尔夫卖，中文是这是我的战争。这游戏呢，并不是战争类的游戏，相反，它是让玩家在战争的环境之下求生的一款游戏。那它的玩法呢，比较贴近现在很流行的沙盒式的游戏，每一次玩都可以得到不同的体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过了3个剧本了。那而且第一个剧本呢，有出场的角色是卡地亚、布鲁诺、帕夫列。结果到了第2个剧本，帕夫列跟布鲁诺又出场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它并不是说每一个剧本都是不同人的故事，应该说是由不同的组成来让你体验不同的那种过关的感觉吧。那我没有买 DLC， 所以这些是灰色的，这些灰色我都不能玩。不过我想说，先玩其他的也没有关系啊，有机会再来把 DLC 补完就好了。那这一次呢，理论上我应该要去过第4个剧本啊，但是刚好第4个剧本跟第5个剧本，它里面角色都是在我前面有遇到过，因为它一开始是3个人，但是它到途中的时候会有新人加入，变成4个人。然后呢，第4个人是随机出现的。然后那反正既然后面也都有看过，而且我也已经过了3个剧本，它这个难度呢，就是随着顺时钟过去嘛，越后面的剧本就越难。那反正我已经大概知道这游戏是怎么进行的，这一次我就想用随机的方式来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游戏开始吧。第1天，天气变得极为寒冷。等一下，不是啊，这个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第1天就开始下雪？不对啦，等一下，这太可怕了吧！第1天要开始下雪的话，事情会很难搞的。许多首都的居民们之前并不相信战争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但现实是残酷的。军队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联系，饥饿和疾病四下蔓延。我们没有自来水可用，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的轰炸随时会夺走我们的性命。一场火灾中，马林失去了他的工作室，也失去了他的一切。艾丽卡在他的故乡遭到大屠杀后逃到了首都，但却发现这里也陷入了围城之中。卡蒂亚原本是一名战地记者，在一次排队取水的时候结识了其他的避难者。由于无处可去，他们决定把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当作他们的临时住所。什么临时住所啦？破洞破的到处都是，然后外面下大雪，-1度，哇，-1度，开什么玩笑？哇，这样不行啦！等一下，总之，冷静，先冷静下来。好，这一开始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物资可以拿，所以我们就先全力把该拿的东西拿一拿。幸好有3个人。要是下雪，然后又只有1个人的话，那就哭出来。先把东西先拿一拿，然后像这个有土的标志是那种瓦砾之类的东西，先把它清干净。它里面没有东西。如果是这种手型的话，就代表说它可以探索。然后像这个门的标志，其实就只是一个门而已，按下去可以把它打开。站一次又可以把它关起来，这个在家里其实没什么意义啦，但是如果出去探索的话就差很多。不过这个以后再谈，现在要紧的是先把这个
该死的公寓清干净，然后赶快做防寒的措施，不然一定会出大事的。快！用跑的，跑起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这边好，先把这个捡走。像门啊，门上面要是这样的标志，表示它有上锁。然后虽然有上锁，但我们有开锁工具可以把它打开。来试试看，把它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普通可以开的门，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通过。然后要是门上有这个叉叉的标记呢，就表示它有一边是被钉死的。然后从被钉死的那一边，只要用力拉，就可以把那个木板给拉下来。也是一样，它只要把木板拔下来之后，就恢复成可以通行的门。那要是从另外一边看不到木板怎么办？那就是可能需要用撬锁工具、撬棍之类的工具，然后把它撬开，或是就干脆绕过去，从另外一边把它拉开也可以。那都是现在在家里都刚好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搬开，那就算了。像这个运气不错，我们有捡到开锁工具，所以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假如没捡到的话，那就没办法，只好等之后有做了金属工作台之后，再把它打开。看起来还有2个、3个需要开锁的。那我们先把这里都给清一清。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的3个角色。这3个是我们这一场游戏的主角，艾丽卡。无声潜入，无声潜入是她的一个技能，她可以这个技能是让她跑步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然后马林是心灵手巧，我没有用过马林，但是她这个心灵手巧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建造东西的材料费可以减少20%。卡地亚是还价技巧，简单说就是讨价还价技巧，可以跟商人杀价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技能也不为过啦。但他们其实怎么说，每个技能都有每个技能的好处。好，还有楼下把它清干净。这边怎么办呢？这边要先开吗？还是先开楼上？其实都可以，无所谓。那这边有一个人物的头像，上面有个 BIO， 这个是他们类似自传跟日记的地方。像我们现在来看艾丽卡，他是吸烟者，就表示他会抽烟。会抽烟的人就是他定时会把你仓库里的烟自己把它抽掉，你没办法阻止他。我只是个住在附近的一个普通人，我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与其说是父亲养大了我，还不如说是这里的街道养大了我。那个老酒鬼只要一高兴就会打我，他还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让我吃到真正的苦头。但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倒下了。我从14岁开始就一直是个小偷，你应该可以想象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我的技术比别人都好，能像狐狸一样潜入任何地方。如果你们要赶我走，那可就太蠢了。马，的确是这样。那我们来看马林。马林，有什么东西坏了吗？我能帮你修好。有什么不值钱的垃圾吗？我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而且我还不会浪费材料，不管是什么材料、部件、木材、塑胶管，还有其他的各种东西。我还会制作工具、家具、火炉、暖炉等等等等。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能把这里装扮得跟家里一样。我希望那和我的一样简单。他是咖啡迷啊！咖啡迷就是
跟吸烟者差不多，就是他会把你找来的咖啡泡来喝掉。啊，如果有的话你就喝啊。卡地亚呢？卡地亚，他也是咖啡迷。我在这座城市长大，但之后就前往海外留学，并最终成为了一个记者。我已经很多年没回来过了。当冲突升级为战争后，我被上级选中来撰写这方面的报道。如果没人命令的话，我也会自愿报名的。我真的很着急我的父母，但一切都太晚了。我发现我的家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的家人也不知所踪。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寻找他们。难怪他的眼睛底下那个黑眼圈这么大，看起来有点像猫女之类的 X-Men。其实他这个 BIO 除了他们的自传之外，下面还会出现他们的日记。因为现在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所以现在是空着。等之后他这里如果亮起来的话，就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他们的特殊的日记之类的东西。那第一天嘛，其实第一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应该说，其实第一天是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个房子里能搜刮的资源都先搜刮干净。虽然我是觉得很奇怪，你看这里面东西其实很多，那干脆就把这里搜刮。你看有那么多东西，把这里搜刮干净之后，再直接去下一栋公寓搜刮，不是更好吗？何必一定要住这里呢？而且这里又那么冷。还有开锁工具，好，那就继续搜刮。它可以开发一些东西。那我们要开发什么呢？今天暂时先什么都不要做哈。然后这是有药有书，有开锁工具，正好刚又拿到一个开锁工具，就可以来开这里。不过今天是来不及了，今天挖这2堆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了。那反正机会难得，我们就趁今天白天还没结束，先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东西。绷带用于包扎伤口，罐装食品比生食更具营养的罐装食品，吃多了的话，你也就会适应它的味道了。药品良药苦口，但却可以治愈疾病，挽救生命。它这个药品呢，跟前面这个绷带呢，号称应该算是这个游戏里面最珍贵的东西，不管是药还是绷带。因为在战争嘛，人很容易受伤，也很容易生病，尤其是温度很低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所以你要的话，就是比如说跟人家交易，或是去废墟里面挖出来。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拿这些比较高价的东西去跟人家换很多比较便宜，但是你有需要的东西。生食它的确可以食用，但如果经过烹饪的话，它会更加富有营养。草药，各种草药可以用来制作简易药品和卷烟。卷烟是什么？草药吗？它用草药来做卷烟，那就表示它不是真的烟嘛，它就是会冒烟的草。开锁器，它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但能够快速而安静地开锁。组件，用来制作各种物品的形形色色的组件，包括钉子、胶带、塑料容器、废料等等。部件，各种机械部件，可以用来制作或修理复杂的设备。净水，相比之下还算是干净的水，可以用它来烹饪大餐或制作酒精。木材，各种物品的基础材料，我们可以把它劈成柴禾，充作火炉和暖炉的燃料。它这个木材啊，跟前面这个组件啊，算是这游戏里面最基础的两种材料。它平常算是最容易找到，
但是同时消耗量也最大，所以多半时候你还是要常常去外面找它们，然后把它带回来，才能够制作很多有用的东西。然后这个部件大概就是那2个材料之外，我认为第3有用的东西，大概什么武器啊，或是比较好用的设备都用得到这个电子元件。一些电子元件，如果我们想为避难所增设一些高级设备，这些材料就必不可少。这个电子元件呢，其实也是怎么说，也是其中比较算珍贵吗？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它主要问题是说，商人不会卖电子元件，所以你一定要用找的。但是用到的东西不多，偏偏用到的东西通常都是很有用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算很微妙。我如果出去有找到的话，我都会尽量把它带回来。书本，一本好书可以使人精神振奋。书本这种东西多多益善，如果形势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充作暖炉或火炉的燃料。简单说就是烧书了。真的没有燃料的时候，就给它烧下去。珠宝，用来交换物品的昂贵珠宝，其实它这个虽然是画一个钻石的样子，但其实它是把所有这种奢侈品、高价品泛称为珠宝了，然后就是这个钻石的样子，表示它很值钱。其实这里面大概都是这种感觉，组件也是啊，它其实就是钉子、胶带那些东西的集合体。简单说就是一堆杂物。燃料，所有可以用来燃烧取暖或烹饪食物的东西都算是燃料。它可以是木材、书本或组件。好，那这是我们暂时有的东西啦，所以就先这样。如果以后有新的东西，我们再来看。那现在已经7点了。白天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吧，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8点算作是白天的时间。然后9点以后呢，是9点到早上5点是算晚上。然后白天晚上的活动呢是截然不同的，就是白天呢只能待在家里，然后一旦到了晚上，就会像现在这样有个夜间计划，然后看是要搜寻物资呢，还是要在家睡觉这样。那为什么白天不能出去呢？那当然是因为白天外面很危险嘛。所以好孩子白天是千万不要出门的，要乖乖待在家里。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有三个据点可以去。这个据点是随着时间经过会越来越多。半毁的房屋，这里的一半部分已经变成了废墟，但仍然有人住在房屋的另一半边。他们看起来并不友好。在晚上，你可以在附近听到枪声。如果我们能溜过有人的那半边，我们可以去被毁坏的另一半边搜寻补给。危险。通常危险呢，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的叙述来看说，这个地方到底是算是什么样的地区。像这个下面这个被炮击的小屋，我们看一下被炮击的小屋附近的这个地方最近遭到了炮击，许多房屋甚至还在燃烧，人们为了求生而匆匆逃命。我们有可能在不遭遇别人的情况下，就在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物资。像他这里就没有任何的叙述，也就是说，从他的文字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个是没有人的地方，而且他不危险。简单说，你没有什么战斗的必要。
然后这个半毁的房屋，它既说里面的人不友好，又表示很危险，你就可以大概推测得出来，那里面是有人会主动来找麻烦的。那这个贫民窟呢？贫民窟在战前，这里就是无家可归之人的避难所。他们一直以来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挣扎求生，很多人可能没能活过最近的物资短缺。他们并不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或许能在那里找到些有用的东西。像这里的叙述就表示，里面可能有人，但他并不会主动来攻击我们什么。但是因为无法在雪天全网，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讲那么多，结果去不了。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大概看得出来，这边有什么样的资源，而且比如说他这里写的有大量的食物，如果我们把食物都捡得差不多的话，那这里也会跟着改变，可能会变成只剩一些食物，然后其他还是像现在这样许多药品啊、大量武器什么，这是会改变的。所以你可以判断说，这边你抢过了。你抢过了没？然后也不是抢啦，就是你搜刮过了没？然后它还剩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参考说你需要什么资源，然后去里面搜刮。那这有人嘛？然后又危险。第一天我们去安全一点的地方比较保险，就去这个被炮击的小屋好了。谁去呢？你在家里的时候，因为你东西收刮来就直接进仓库了，所以跟背包没有关系。但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你就想要多带一些东西，你就要找背包大的人。所以我们就让卡地亚去好了。其他人怎么办？睡觉啊，没有坐床，没有坐床就睡地板。可是大家都睡觉也不行，那就男人负责守卫好了。好，出发。这个画面可以让你选择你要带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带开锁器，通常都不一定啊，就是什么都可能有用。那我们这次带开锁器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能可以带个武器什么的。但因为这次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人，我们也没有武器，所以就先算了。这间屋子还在燃烧，不晓得里面是否安全呢？可以啦。像现在人物会蹑手蹑脚走，然后走到门边，按这个眼睛的按钮，就可以偷看里面的情况。有一只老鼠很悠闲的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你看里面觉得 OK 了，你就可以把门打开，然后你还可以回头把它关起来。现在里面没有人，其实是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是有敌人的时候，他发现门没关的话，他会怀疑里面是不是有人偷偷跑进来之类的，还蛮有人性的。然后像这样到处都是有可以探索的地方，你就可以去捡，看有没有你要的东西。我有个泰迪熊，那我们就刚好我们有带开锁工具，有的时候。开锁是比较泛用啦，就是它通常都会有一些需要开锁的东西，所以带开锁工具也没什么损失。但其实有的时候就可能是比如说有铁条之类，你需要带其他的东西，锯刃之类的。这是什么？洒落在城市中的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此地区为反恐区域，滞留在城中的任何人都将被视为恐怖分子。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请立刻离开伯格伦市，政府军将保证您的安全。他们犯下了如此多的暴行之后，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鬼话。没办法，战争嘛。它这个战争的背景呢，就是有一群叛乱军占领了首都，所以政府军就包围了首都，然后对首都里面轰炸。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什么史实上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这间公司呢，它有找当时的生还者来协助开发，把他们当时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方式给用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咖啡啊，咖啡，有些人喜欢喝一些咖啡来增强体质，以便坚持更长的时间。在战时，咖啡十分的稀有，所以也算是一种珍贵的商品。优质卷烟，草药和烟草对半配比制成的卷烟，在当前的情况下也算得上是好东西了。是这样吗？化肥可以充当化肥的有机废料，用于在园子中种植草药或蔬菜，也可以充作陷阱的诱饵，用于捕捉小型动物。这个其实主要是用来当老鼠笼的那个饵啦，又或者是用来种蔬菜之类的东西。目前这上面这3个大概都用不到，所以就先放一边去。现在比较先，因为有必要开发很多东西，所以先以组件跟材料为主。其实能捡到也几乎都是组件跟材料，就是了。当然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像食物或药品之类的，也都是优先要带走。哇，终于找到了绷带，用于包扎伤口，好东西啊！然后这是什么？简易药品，用草药制成的简易药品，它有时管用，有时却毫无效果。不过有总比没有强。真的是有总比没有强啊！怎么办？泰迪熊先放着好了。好，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反正现在时间还很够。这是什么？草药，各种草药可以用来制作简易药品和卷烟。糖，没有糖就无法酿酒，酿酒过程的基础原料。这些都是其他像酒之类的材料的货也都是先摆后面的。反正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的物色，看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个过程才是也算是这个游戏很大的趣味之一啊！没地方放基础材料，真是伤脑筋。哇，都是一些水嘛。相比之下，还算是干净的水，可以用它来烹饪大餐或制作酒精，这个也很重要啊！你要煮菜一定要用到水啊。可我就觉得很神秘的地方是，你看它灯还亮着，明明上面烧成这样，结果底下能亮的灯全部都亮着，太神奇了。后面有一滩碎石，底下有那个，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地下室。没办法，没铲子，只好用手挖了，把这里挖开吧。像这个像水波纹的东西啊，它就是会怎么说？它就是你发出来的声音，你发出来的声音越大，它就会扩得越散。如果接触到敌人啊，或是其他的路人什么的，他们就会注意到你发出来的声音。不过现在这栋房子因为没有人，所以你就随便爱怎么闹就怎么闹，没差。像跑步的时候也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通常你如果场景里面有敌人，你最好蹑手蹑脚的行动会比较好。但这还是有例外，像那个艾丽卡，她的特技就是跑步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所以你可以在有人的情况下很快速的移动。然后刚刚有说过啊，晚上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早上5点，现在是1点20，还蛮有余裕的。但是假如到3、4点的时候啊，你等到5点可能会来不及撤退，所以通常我的话3点左右就会跑人了。好，把它打开，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吗？
紧张。哦，又有药，不错。哦，弹壳啊，弹壳我们可以用它来制作各种枪械的子弹。火药可以用来制作子弹和爆裂物。子弹，枪械用的子弹，这些都是武器呀、还有这个香烟啊，香烟，真正的香烟，在战时常被用作货币。这些顶多就算是4号品跟武器。第一天暂时应该还用不到，所以先把它放着。反正它的设计是这样，就是你这次发现的东西没办法带走，你下次再来，其实它还是会在原来的地方，甚至你把你背包里面多余不要的东西也放进去也没关系，它都会一直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把那种这种探索的地图当成储藏室，储藏一些我一时没办法带回去的东西，这样还蛮方便的。好，已经2点40分了，时间有点紧迫。像这个挖掘这个瓦砾呀，其实也是怎么说？就是你挖到一半，然后你就先走，下次再来，你还是可以从一半开始挖。所以在这种时间还有余裕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多少挖一点，反正下次来你就可以少挖一点了。其实我觉得这算是蛮不错的设计，不像有些游戏是比较随机的，你再进来的时候又一切就都重置了，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了，然后开过的东西也都又关上了，这样会有点奇怪。好，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按这个跑向出口，人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往回冲。你看他发出多大的声音，这样，哇，怎么这边有个死人？